你平时注意点，你不听，这现在我怀了孕，还不得嫁给刘天明那个废物？哎呀，宝贝儿，我最近生意遇到点困难，需要资金周转。等我拿到那个废物的彩礼钱，渡过难关，我还是再交给你还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我那废物啊，他们一家是真穷，我才多要10万块钱，他们半天都拿不出来。等我把钱捞够了，孩子一生下来，我就跟他离婚，让他养我们的孩子。好，让他当一辈子的龟公，这就是废物的下场。宝贝儿，我都这么长时间不见你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们他妈说什么呢？陈丽丽，我居然背叛我！秦思文，我和你在一起的这3年里，我一定要对不起你了。谁让你是这山村里头最穷的人啊！别以为你是这村里边唯一的大学生，还吹牛说是什么设计天才，我都能看上你。要不是我怀了孕，像你这种穷逼，我看都不会看一眼。怀孕了还和我结婚？你怀孕了还和我结婚？放开我，有强哥，你想走？刘天明，我告诉你，丽丽怀的是你给老子注意点！明天你就把丽丽娶进门，然后好好的养老子的孩子，要不然老子弄死你！小哥啊！妈的，你他妈敢打老子，我操你！你个小瘪三，死废物，狗东西，打老子！操！兄弟们，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！等等，永强哥，你可别把这个废物给打坏了，我还等着他比咱们养孩子呢。行，都听宝贝儿的。今天是看在丽丽的面子上，老子饶你一命。永强哥，你真好。那当然啦，我还准备了小皮鞭、小蜡烛。今天晚上咱俩试点不一样吧？强哥，你真坏。陈福林福，你们不能好死！我哎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给丽丽那彩礼18万，丽丽亲手在床上交给我的，这样你也有点参与感啊！天明，天明，天明，爹啊！任洪强，你们这帮王八蛋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你们这帮爹，老头子，任洪强，你凭什么欺负我儿子？凭什么？你们这个废物儿子非要跟丽丽悔婚，我替你们2个教训教训他，有问题吗？啊！永强啊，这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没误会啊，不就是因为丽丽怀了我的种，他就不愿意跟丽丽结婚了，不愿意给老子养孩子。你们说这种人，他是不是欠揍啊？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爹！你还敢指我是不是？你找死是不是？刘强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走我地方。冲你来？有骨气，我喜欢。我还真有个事找你。给丽丽加10万块钱彩礼拿不出来的话，哎，今天我就做个主，你呀，给丽丽签个欠条，老子就放过你啊！刘强，你真的是气你怎么了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签还是不签？不签！好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刘天明，看是你爹的命重要，还是钱重要？我啊！不！刘强，你个王八蛋！王八蛋！嘘，还有呢。我签。爹，娘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太他娘欺负人了！我去找刘大山去，我找他评评理。他爹刘永强家是村里出了名的不好惹，他爸是村首富，早就跟族长勾结在一起了。要是把这事闹大，恐怕咱家在村里都待不下去了。那孩子的伤
都白打了。爹，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。现在知道他们的事儿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要是真把城里那个女人娶回来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都怪爹没本事。爹娘，我要进城闯荡。你个丢瘪子，死废物，狗东西！打老子！彩礼再压10万。谁让你是山村里边最穷的人啊？天明，爹，我爸！我发誓，不混出个人样，我绝不回来。要不是我怀了孕，像你这种穷逼，我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也绝对不会让你们被人随意欺负。饶命！没事吧？醒醒！沈总，没事吧？干什么啊你？耍流氓啊你！不是，你误会了，刚刚我不慎落水，是他救了我。沈总，我刚才看见他还……快给人家道歉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给你道歉。没事，你既然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天明。为感谢刘天明的救命之恩，沈若雪亲自邀请刘天明入职。刘天明很快就展现了超人一等的设计天赋，接连获得国际设计大奖，并帮助沈若雪的公司在短短3年内成为建筑行业的领头羊，市值翻了5倍。而刘天明也成为身价100亿的商场新贵。当季节进入蓝色调，月亮牵引着浪潮，我乘风航行，星际轨道加速，银河赐予的讯号。你与花海肆意飘摇，时光我大总裁有空吗？董事长找我啊，我当然随时有空。毕竟没有你这个贵人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我们也是相互成就。看看这个，这是我送你接任总裁的礼物。礼物？西九华山旅游开发项目，你出来3年就有今天的成就，也该衣锦还乡了。哎，这天明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唉，能咋样啊？肯定很辛苦呗，都怪咱俩没本事，没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呀。是啊，这孩子在外面呀，肯定吃了不少苦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呀！我们这里要拆迁了，省城一家大公司的老板要把我们这里开发成景区，到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可以分钱了。组长刘大山让我们现在一起去村口，说要宣布这件事情呢。真的，这可是好事啊！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家里就有钱了，天明啊，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在外面挣钱了，我们的孩子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哎，那还等啥？快去，走！我让你办的事儿都办好了吧？放心吧，爸，都安排好了。这次我联合组长让那些村民们把地低价卖给咱们，这件事儿你可得给我办好，知道了吗？您就瞧好了。啊！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早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召集大家来这里，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省城盛世集团要来开发我们西九华山，为了保证全体族人的利益，我们刘氏家族首富刘大忠
愿意出钱将大家手里的宅基地全部买过来。要是大家没有意见，就可以找大钟签字领钱了。刘永强，你想干什么？别跟防贼一样防着我呀！我来啊，是有好事跟你商量的。好事？我看上你们家地了，1000块，我收购了。1000块？没错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可能，那我们家的地那是挨着刘蒙河谷的，那是最值钱的地，那怎么可能1000块钱就收购了？就是呀，你们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我们家的地也挨着华强谷，照理说这价格应该不低呀，为什么就给我们家这一点钱？你们吵什么吵啊？1000块，老子已经很给他们家面子了。按照我爹的意思，就应该无条件收回。你休想，我们家的地是留给天明的。想留给刘天明啊？他怕是没这个福气享受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今天这地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。你难道要强卖不成？老子就强卖怎么了？在这个村子里，老子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这是欺负老实人。我就欺负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老东西，今天你不把地卖给我，我打断你的腿！还真是个废物，跟他儿子一样是个孬种。别提他那个废物儿子了，在城里啊，还跟野狗抢食呢。你见过天明？我当然见过了，他现在已经穷的呀，分垃圾吃了，估计都没脸回来了吧。天明，老东西，赶紧签字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我会让你们这些年所受到的苦加倍补偿回来，我会让你们真正的扬眉吐气。刘永强，那块地是留给我儿子结婚用的，绝对不可能卖给你。不卖，老东西，你是真想找死是吧？能不能给我们再加点？这1000块实在是太少了。就1000块，你爱要不要？老东西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再磨叽，别说1000块，1分钱老子都不给你！我爹，大山哥，你可是刘家的族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看着刘永强欺负族人呀？刘永强他们家为了族里所有人的利益，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所以就要牺牲我们家吗？开成啊，你儿子柳天明3年未归，恐怕真的是怕丢人不敢回来。你们留着地也没啥用，交出来吧。1000块钱够你们用1个月的，已经不少了。哎，刘开成，你可别忘了，我手里还有你儿子签的10万块欠条呢。你们家的地本来就是我的，你的欠条那不算数的。不认账了，行，那1000块的补助你也别要了。兄弟们，给我摁住！算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开成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不签啊，你这手指头也别要了。再不老实，我把你们家房子点了。哎，老东西，现在你们家的地是我的啦，赶紧滚蛋！再不滚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你们会遭报应的！报应？老子倒想看看老子能遭什么报应！兄弟们，有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。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打残了，再分出2个人，把他们家房子点了。是，干什么？
和你们的废物儿子一样，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。你们这帮混蛋，你们不能打死！还有力气骂老子呢？兄弟们，给我往死了打！出了事算我的！住手！天明，娘！天明，是天明，爹呀，是天明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孩子。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没事。回来救我。天明，刘永强，你还是那么无法无天是吧？刘天明，你个废物小瘪三儿，还敢回来啊？我就是西九华山长大的，我凭什么不敢回来？反倒是你们又在欺负村民，想要低价收购乡亲们的地是吗？刘天明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儿啊？胆儿肥了你，带这么多人来干嘛呀？报仇啊！报仇？你也配？我告诉你，现在的我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。你还敢挑衅？你是真的不想活了是吧？真以为你出去这几年见了世面，你就可以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？告诉你，3年前我可以分分钟捏死你，现在照样可以。井底之蛙，你骂我是井底之蛙？刘天明啊，刘天明，你真把自己当城里人啊？花这么多钱请个大美人，还有这么多保镖，你不怕被别人发现揭穿你，丢人现眼啊？我丢人现眼？刘永强，我问你，当年你和你爹仗着有权有势欺负乡亲们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丢人现眼？你当年和陈丽丽勾搭成奸、骗钱骗彩礼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丢人现眼？当年你欺负我们一家人老实，把我骗出村、骗出家乡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丢人现眼？乡亲们，当年对我们一家有恩情的，我刘天明今日定当100倍偿还。但当年欺负过我们的人，今日我也一定会100倍复还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穷？穷就活该被欺负吗？那我告诉你，现在的你们对于我来说就是穷人，难道你们就可以随意被我欺负吗？哟，这么说你现在是有钱人喽？妈，3年前呀，他就是一个穷鬼，现在怎么可能变成有钱人？这就算是有钱呀，你肯定是他偷来的。你放屁！陈丽丽，我问你，一个小偷能偷来100亿家产吗？一个小偷敢如此光明正大的衣锦还乡吗？天明，那这钱……爹，你相信我，儿子这3年来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堂堂正正、干干净净的。阿姨，叔叔，你们相信天明？这些年我一直陪着他，我可以为他作证。好闺女，相信，我相信。儿子，你没让我失望。100亿身价，刘天明，你真是吹牛连草稿都不打呀！你知道100亿有多少钱吗？你以为你这是演短剧呢？身价100亿，那你就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！就你这废物，还身价100亿，怕不是100亿冥币吧？100亿，不是开玩笑的吧？肯定是搞笑，3年挣100亿，抢银行恐怕都没有这么快。哎，刘天明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！既然你这么有实力，乡亲们都在呢，展示展示啊！我说过了，今日我刘天明回来，就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的。既然你们想要看我的实力，那就如你们所愿。这里的每一个箱子里都有3000万，总共是3个亿。这里的每一个箱子里都有3000万，总共是3个亿。天哪，这么多钱，不会是假的吧？不会吧？谁敢弄这么多假币？不怕坐牢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？现在还有人说我是抢劫犯，还有人说我是废物。各位父老乡亲，3年前你们慷慨解囊帮助我们家，给我们家借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每时每刻，
把你们的恩情都记在心里。今日我刘天明就将你们的恩情百倍偿还。3年前，你们勾结刘永强，骗走我家彩礼18万，现在我要让你们一分不少的全部还回来。你现在都这么有钱了，还在乎这18万吗？哼，他们从你手上拿到的，可至少都有100多万了。没错，现在的18万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我就算把这钱换成食物喂给狗，我也不会给你们这些蛇蝎心肠的人。哼，这到了我家的钱呀，不就是我的了？我就是不还给你，你又拿我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少爷们们，你们可都看到了啊！这刘家小子欺负人，你们可要给我做主呀！这个老娘们又开始耍无赖，可真够无耻。刘春芳，别以为你耍无赖这事儿就能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最好把钱还回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刘永强，现在到你了。别以为你有钱了就可以不把老子放在眼里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是龙你给我盘着，是虎你给我窝着，是吗？看你的样子，不服气啊！我告诉你，刘天平，3年前我可以让你灰溜溜的从这里滚出去，3年后我照样可以让你滚出去。刘永强，你还是跟之前一样嚣张。那我倒是想问问，大山说，我尊敬的族长，这刘氏族人为非作歹，到底该如何处置？这刘永强高价收购族人的土地，为陈刘两家带来了足够的利益，这么大的功劳，足以功过相抵，所以我予处罚。好一个功过相抵啊！看来你们是将村里即将拆迁的消息给隐瞒下来了。拆迁？我们都知道了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内幕吗？就是啊，天明，你是从县城回来的，见过世面，赶紧给我们说说呀！各位父老乡亲们，省城的盛世集团已经决定启动咱们西九华山的旅游开发项目，到时候每一家的土地都将被征用，用作建设旅游度假村，每一家每一户都将获得大额的补偿。我们西九华山风景优美，若是开发起来，一定会吸引很多游客驻足，到时候我们将不再贫穷。这太好了，我们西九华山这么美，早就该开发了。我说呢，这刘永强一家买我们的土地，原来是低价买我们的，再高价卖给盛世集团。算盘打得真响，连自家族人都坑，小心生儿子没屁了。这地我不卖了，今天就要退。没错，我也退，我要退，我们也退，我也退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一帮泥腿子在这嚷嚷叫什么呢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那是你们自愿签的，那是你们骗我们签的。那又怎么样？那也是你们贪小便宜。我告诉你们，别以为刘天明能替你们做主，在老子的地盘，天往老子来的都没用。刘永强，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还敢嘲讽我呢？刘天明，我本来看你有钱了有出息了，想给你留点面子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给我带来这么大美人，还有这么多钱，我当然是要好好感谢感谢你啊！刘永强，我警告你，你敢动他一下，今天你死定了！那我倒要看看我会怎么死啊！兄弟们，把这个大美人给我抓住了！这么高贵迷人的大美人，滋味一定不错。你找死！敢这么跟我们强哥说话，我看你才是找死了！我警告你们，在你们面前站的这位是你们永远得罪不起的大人物，想动手，考虑考虑后果吧。刘天明，在这山庄里，谁不知道永强哥就是说一不二？其实你现在有钱了，在永强哥面前，你还不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啊？就是，还想让我们非得先过了永强这一关再说。穿的这么骚，也不知道是从哪个窑子里出来的婊子。等什么等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跟着这个废物一起回来的，能是什么好？我从不打女人，但不包括你这种满嘴喷粪的女人。再敢多说一句，我让人去茅厕给你洗嘴。天明，这个废物竟敢打我们！永强哥，你看看。放心吧，宝贝儿，
待会儿我就让他还有这个女人给你下跪道歉。刘天明，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？看来今天啊，不把你断手断脚，你是不知道老子的厉害。我倒要看看，在老子的地盘你能搬起什么浪来！兄弟们，上！我看谁敢动手！这位可是我们盛世集团的任董事长和刘总裁。啊，这天明竟然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带来那个女人还是我们董事长。这盛世集团可是全省最大的集团，天明这是可真出息了。刘天明，你还真的挺敢吹的啊！盛世集团的总裁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漂亮国的总统啊？怎么，你不信？怎么，你不信？信啊！你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这个女人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嘛？哎呀，好大的人物啊！是啊，这刘天明可是咱全城最穷的，就算他现在发财了，也不可能是全省最大的公司总裁吧？原本想着这刘天明能跟我们做主呢，现在看来还真是奢望啊！难道我们就这么吃哑巴亏吗？我们的房子就快被拆迁了，才给我们分这么一点钱。哎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这刘永强打断人腿的事可不少呢。真不是东西的。不过老子今天心情好，不介意陪你玩玩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姐夫和盛世集团拆迁办总负责人的关系特别好，等他来了，一定能拆穿你的谎言。是吗？恐怕结果会让你失望。刘天明，事到如今你还要应承啊？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让这个女跪下，给我妈磕头道歉。说不定啊，我这心情一好，就能求求永强哥放过你。放过丽丽，我们不能放过他们！我要扒了这个女人的衣服，让他们永远不能抬起头来。阿姨说的对。哎，刘天明，3年前我抢了你的女人，3年后的今天，你不介意被我再抢一个吧？啊？不过我可不会像宝贝丽丽一样宝贝这个女人，毕竟像这么漂亮高贵的女人，一定要被踩在脚下才够爽啊！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强说的没错，没错，这漂亮高贵的女人就该被我们踩在脚下。刘永强，你不得好死！天明，快带着闺女离开，我来拦着他们。是啊，天明，这是个好闺女，您快走吧。哎，你们2个老东西还敢往外跳！我刚才打的不够狠是吧？啊！我掌管盛世集团3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头一次见你们这种无法无天的。刘永强，就凭你们这些渣子，还动不了。刘永强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找死？好啊，好得很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让我怎么死啊！等我姐夫一会儿来了，拆穿你们的谎言，我要让你们一个个全都跪在我脚下。哎，姐夫，你到哪儿了？5分钟是吧？好，你快点。老子就让你再多活5分钟，5分钟之后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。刘天明，听到了吗？最后的5分钟哟，你可要好好珍惜珍惜。丽丽说的对，刘天明，5分钟之后我就要扒了这个女人的衣服给大家展览。哼，而你和你的死鬼老爹就要被砍断4肢，扔出去。天明，快走吧！这刘永强他是个畜生，他啥事都能做出来呀！想走，晚了。我之前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现在你的钱还有你的女人都是老子的。大言不惭！哎呦，还在这死撑着呢。要不是老子心善，想让你死个明白，我早就弄你。刘天明，永强哥给你最后的5分钟，你还不赶紧谢谢永强哥？就是，恐怕5分钟之后啊，你连说谢谢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想听谢谢还不简单吗？一会儿我们啊扒光这个女人的衣服，打断她的4肢，让她趴在地上说谢谢。哎，丽丽宝贝儿，你说这样行不行啊？那当然好了，那场景啊一定特别有趣。哎呀，永强啊，你看这里这么多钱，等一下你可要分给丽丽一些呀。放心吧，丽丽伺候我这么多年，还给我生了孩子。等会儿啊，
那一个箱子的3000万都是你们的。既然你们喜欢做梦的话，那就继续做，我不介意陪你玩玩。刘天明，你好硬气啊！不过我挺好奇的，谁给你的勇气啊？啊，不会是你旁边这个女人吧？你不会就是包养刘天明的那个金主吧？包养？我说呢，这刘天明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有钱了？原来啊，是被人包养了，变成小白脸了。刘天明啊，能给这么漂亮的美人当小白脸，你挺有福气的嘛。哎，美人，要不看看我？我虽然没那刘天明长得帅，可是我身体好啊！到床上肯定让你欲仙欲死。哎，你小子想吃独食咋的？不行，咱哥几个一起啊！一起！哎呀，好，美人看到了吧？我这些兄弟们对你也是非常感兴趣的。真是一群人渣！林永强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不是天明和他父母在这儿，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和我说话。好奇，我喜欢，希望一会儿你还能这么好奇。刘天明，你真是艳福不浅啊！兄弟们，你们想要这福气吗？要！刘永强，你找死！是吗？那咱们今天就看看到底谁死。姐夫，姐夫，你来了，来。永强，哎，我不都已经告诉你咱们3村要拆迁，让你赶紧把土地给收购了，这怎么还闹起来了？姐夫，都小事儿，要不是等你来拆穿他的身份啊，我早就弄死他们了。是吗？嘿呦，这不是咱村最穷的废物刘天明吗？这怎么穿的人模狗样的？看样子是发达了。哎呦，这小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赚了点钱，还大言不惭的说啊，他自己是什么盛世集团的总裁啊，还有这女的，盛世集团的董事长。哎呦喂，永强，这种话骗骗那些无知的村民就行了，怎么连你也信了？不过哥啊，这不是永强哥想让这刘天明死得明白一些吗？发发善心啊。对，难得啊，永强，现在你可以死得明白。李富贵，你就这么确信我们是冒充的吗？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吗？刘天明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哪怕你现在赚了点钱，你还是废物一个。想骗我们，你还太嫩了。怕了吧？赶紧带着你老不死的爹妈给老子跪下！还有你这个女人啊，送给我们玩玩，否则活没了！你们简直无法无天！无法无天？对呀，在这儿，老子就是法，老子就是天！哎，姐夫，看这个女的，说是什么盛世集团的董事长。哎，等会儿啊，要不你先尝尝鲜？放心，我不告诉我姐。盛世集团拆迁总负责人一会儿要来视察，你还是赶紧把麻烦给我解决。我懂，姐夫，刘天明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想骗我啊？你当我们是吃干饭呢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姐夫那和盛世集团拆迁总负责人那是穿一条裤子的，还想当着他的面冒充盛世集团的总裁？我呸！看你这痴人说梦。李富贵，这么说来，你早就和盛世集团的人勾结在一块了。我们那叫惺惺相惜。盛世集团在全省那可是龙头企业，在整个夏国那也是鼎鼎有名的大集团。刘天明，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冒充盛世集团总裁？傻眼了吧？刘天明，说实话，你要是换个人冒充，加上你带的这些钱啊，哎，我还说不定就信了。你们就这么确信我是冒充的？西九华山开发虽然是大项目，但在盛世集团眼里微乎其微。刘天明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动动你的猪脑子，好好想想。堂堂盛世集团总裁与董事长，怎么可能亲自到场？为什么不能？天明是带着总裁的身份回来衣锦还乡的，而我作为他的未婚妻，跟着他一起回来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女的倒是牙尖嘴利哈。牙尖嘴利，哎，那嘴上功夫一定了得呀。那咱们可得
好好享受享受啊！人渣败类！大山哥，你作为族长，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狼狈为奸，欺负自己的族人吗？爹，那刘大山为了利益，已经不再是公平公正的族长了。你不用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你倒是聪明。永强哥，你就别再跟这个废物废话了，我都等不及看到无能狂怒的样子了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别着急呀，不把他折磨得彻底绝望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去把那些钱都给我拿来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哎，让他们拿，等会儿他们拿多少，就得吐多少，是吗？老子告诉你，我就拿了，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兄弟们，那些钱，仁者有份儿。刘天明，现在你的钱没有了，你怎么嚣张呢？嚣张？你看他敢嚣张吗？他不还是3年前那个废物绿毛龟吗？被永强哥呀拿了钱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。那是，谁不知道永强才是我们这里的法？谁敢违背这个永强呢？刘天明，接下来你的女人也是我的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闺女呀，你还是赶紧跟着天明走吧，离开这儿，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。阿姨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们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想对我下手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呀，你个小娘们还敢瞧不起我啊？行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，老子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兄弟们，把这个小娘们给我抓起来，等我和我姐夫吃完肉，也让你们喝口汤。上！你们这帮混蛋，老东西还敢转？敢骂我爹，你找死！我看你才是找死，强哥，你看他那无能的样子，再怎么发火有什么用啊？他的钱不还是落在了永强手里？接下来就是该这个贱女人了。啊，对了，丽丽，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搞什么直播短视频吗？一会儿扒光这个贱女人衣服的时候，要给她直播出去。不错，不仅呀要让整个村庄都知道，还要让整个大夏也知道。贱人，还真是恶毒！我就是恶毒，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强哥，放心吧，他蹦跶不了多久。兄弟们，都给我下死手，出了人命，老子帮你们背着。臭家伙，真是不自量力！刘天明，你现在长什么呀？敢跟老子叫板？永强，时间不早，赶紧把这些麻烦解决了。过一会儿，盛世集团拆迁总负责人就来了，我可不想给他留下坏印象。为了攀上这层关系，我可是花了足足100万的好处费呢。放心吧，姐夫，就这种小瘪三儿，我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。想动手是吧？那就赶快，等那位总负责人来了，你们可就没机会了。刘天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腔作势呢？我看装腔作势的是你们，一个小小的拆迁办总负责人就能给出100万的好处费，你还真是省得呀。不过你这100万很快就会打水漂的，因为这西九华山项目，你们根本没机会。你放屁！我姐夫那是县里最大的施工队，他盛世集团不和我姐夫合作，和谁合作？刘天明，都已经到现在了，你还在说大话，你就不怕这风大闪了你的舌头？是谁说大话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让我来看看谁会说大话。哎呦，张总监，您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西九华山旅游开发项目可是盛世集团今年最大的项目，这拆迁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作为总负责人，当然要早点过来看看情况了。张总监，您不愧是盛世集团的高层，您这态度呀，我们比不了，还不赶快把那些碍眼的人处理掉？啊，是，我马上处理，马上处理。张总监，你看，就这个大美人，一会儿啊，您先尝头道汤，就当是我刘家给您的见面礼物。那你问问，张总监敢不敢这么做？你臭娘们，给我闭嘴啊！这是老子的地盘！你给我住口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
连盛世集团的沈董事长和刘总裁，你们都认不出来吗？董事长、总裁，你们好。什么？你真是总裁？张总监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觉得我会认错人吗？啊，还不赶紧过来道歉！发生这么大事，就只是道歉那么简单吗？刘天明啊，不，刘大总裁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承认，是我小看你，但是我劝你一句，想继续开发西九华山，并且在这里赚钱的话，你绕不开我们。所以，刘大总裁，请您不要不识好歹。不识好歹，这次盛世集团来西九华山是为了建设，是为了改变山村贫穷的面貌，而不是为了成为你们这群人渣赚钱的工具。刘天明，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在这里你最好给我收起尾巴。就算你是一条强龙，你也乖乖的给我卧着，休想翻起什么烂话，是吗？那我这头强龙还非要压一压你们这些地头蛇啊！总裁，反正都是赚钱，何必闹得那么僵呢？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您还是不追究的好。若是我非要追究呢，张总监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你为了这西九华山的旅游开发项目，可是收了整整100万的好处费啊！这……张总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中饱私囊！总裁，沈董事长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李富贵和刘永强啊说的也有道理。咱们开发这个西九华山，总的还是要跟他们合作的嘛。所以，这就是你帮着这群人渣中饱私囊的理由。张总监，我念你在盛世集团工作了几十年的份上，你自己引咎辞职吧。什么？你让我辞职？董事长，这也是你的决定吗？既然是总裁的决定，我自然是无条件支持。倒是你没有追究你中饱私囊、贪污受贿、危害集团利益，已经是对你留有情面了。留有情面，沈若雪，我敬你是个董事长，所以呢，处处对你尊敬。不过，你真以为想开除就能开除我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就是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。我跟着老董事长勤勤恳恳几十年，不是你说开除就能开除的。还有你，刘天明，别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大总裁，有沈若雪力挺你就有跟我们这些盛世元老叫板的资格了。哦，刘天明，我还以为你有天大的权势呢，没想到在盛世集团，你也只是空有总裁的名号而已。还真是猪鼻子里边插大葱，被你给装到了。勾结外人，损害集团利益，张总监，你就不怕集团董事会追究你的责任吗？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如果没有我们，这盛世集团早就垮了。刘天明、沈若雪，我劝你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到办公室里，乖乖的当一个吉祥物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联合集团的高层将你们彻底架空。好，原来你这么有本事啊！那我倒想看看公司哪个高层敢跟你勾结。怎么，你还能把我们全都搂了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片子，离了我们恐怕要不了多久，这盛世集团的高层就会将你给罢免，还有你这个亲自任命的刘大狗屁总裁也会被驱逐出门。刘天明，被盛世集团罢免掉总裁的职位，滋味如何呀？所以啊，你要是乖乖听我们安排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回去做那个吉祥物，我们也不为难你。之前的3亿拆迁款不够，再给3个亿，我就安然的放你们走。如何？既然我姐夫都发话了，那我就放你们一马吧。刘天明啊，把该拿的钱拿出来，然后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。还有你这老不死的爹妈呀，我也不追究他们的责任，你应该谢谢。听到了吗？永强哥呀，又在给你机会呢，你还不好好把握呀？就是，这要是按照永强以前的做法，你不仅要把这些带来的钱留下，你带来的这个女人也得留下。好，行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这就是皆大欢喜。况且西九华山这么大的项目，交给谁不是交呢？皆大欢喜。集团开发西九华山，是为了建设贫穷落后的山村，为了给山村村民过上富足的生活。就算是我多加3亿的拆迁款，有1分能落到本该获得大额补偿的村民手上吗？还有你，张总监勾结外人，损害集团利益，这就是你身为集团元老的所作所为吧？我该怎么做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后辈来这指手画脚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总监的位置我裁定了，我还会把你送到相关部门追究你的责任。追究我的责任？刘天明，别以为有沈若雪罩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。我们跟着老董事长打天下，鞍前马后的时候，你还在拳开弹破呢，想搂了我，少做白日梦。是吗？那就试试看。艾特主，3分钟，我要听到集团拆迁办张总监的所有违法信息，通报全集团，解除其所有职务，送交法办。怎么样？还要再重抓一下吗？沈若雪，真的不给我留丝毫后路吗？这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从你到了这里，天明就一直在给你机会，想让你体体面面的辞职，是你自己不够珍惜。好，好的很呐。沈若雪、刘天明，既然你们不放过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念老董事长的恩情。我不妨告诉你，在来这里之前呢，我已经联系好了集团的元老，已经将你彻底架空了。接下来你们就回到办公室里，好好的享受你们的清闲日子吧。刘天明，就你还不放过这个，不放过那个的，你可真是一点眼力劲儿。早就告诉过你，这里可是山村，我把什么事情都是永强说了算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张总监，既然他们不给你留情面，那你不妨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啊，尝尝这个高高在上的沈董事长的滋味儿。你放心，在这儿没人敢说什么。你还可以拍照片和视频。等你回到了城里，那这位沈大小姐不还是你的玩物？哎呀，富贵哥这个主意好呀！哎呀，刘天明啊，本来看在张总监的面子上，想给你一次机会的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美人儿，放心，我会让你舒服的。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，刘永强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敢动手，我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。这世上就没有让我刘永强后悔的事儿。刘永强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死定了？该死的是你！敢动手动脚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他们一个也别想走！兄弟们，把他们给我断罪了！等等，沈若雪、刘天明，只要你们呐再追加3个亿，不，2个亿就行。我呢就替他们求求情，放过你们，如何呀？还是为了钱啊？张总监，2个亿，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集团的利益、山村的利益，还有这些一直受着苦的村民的利益，你这当真没有放在心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想要安全的离开，就得拿钱出来。刘强，既然张总监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张总监大度，那老子就给你和姐夫一个面子，不想撕破脸皮丢人的话，就乖乖的把钱给我拿出来。就是，乖乖的拿钱就能安安全全离开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哎，永强啊，你答应给丽丽的那3000万，你可别忘了啊！放心吧，等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丽丽多加1000万。丽丽，你看永强对你多好呀！你跟着他，虽然没有名分，但是这有钱比啥都强。还真是不知羞耻。看来你们认为今天是吃定我，不然呢？这是老子的地盘，就凭你带来这些人，老子分分钟让他们断手断脚。事情处理怎么样？沈董，开除张总监被集团所有高层抵制了，恐怕这事还得您亲自来宣布。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失望了吧？想要开除我，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
是，我不妨告诉你，即便是没有你们的允许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财务部的赵总监会再次打钱过来。看来集团和你勾结的人数不在少数啊。赵总监，你还真是胆大妄为！你以为没有人能治得了你吗？是我？是你这个新任的大总裁，还是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？天明，刘永强向来他都是无法无天呀，要不你个沈董还是破财免灾吧。就是要天明，你们可不能出事啊！刘天明，你还没有你这老不死的爹妈懂事呢。破财消灾，你懂不懂啊？赶紧乖乖的把钱拿出来，老子保证不为难你们。天明，你们来开发西九华山不也是为了赚钱吗？又何必斤斤计较跟我们过不去呢？你说对不对？你现在呢，你是大富大贵之人，咱们啊是同类人。你还真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告诉你，我刘天明向来不挣不干净的钱，更不会和你们这群人渣同流合污。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建设家乡，为了给我生长的地方摆脱贫穷，而不是像你一样吸村民的血。话说的那么好听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也就是一帮泥腿子罢了。泥腿子？你说这话不觉得羞耻吗？在场的哪一位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？如果不是你吸了你认为泥腿子的血，你能成为有钱人，能在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吗？那又怎么样呀？他们穷，那是因为他们活该。真不是个东西，这什么鬼呢？刘天明，我再好好劝你一次，好好跟我们合作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这有些人呀，就是贱皮子，非要挨了打之后才知道后悔。就是，这3年前就是贱皮子，这3年后啊，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哼，沈董，刘总裁，明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，非得要闹得不可开交。看来我联合集团的元老架空你们是非常正确的。架空我？你有这个本事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哼，喂，是财务部的赵总监吗？啊，对，那个西九华山这个项目呀，还需要2个亿的拆迁款。好，咱们回去还是老样子，一条龙啊！你们猜猜看，不经过你们的允许，财务部的赵总监会不会打钱给我呢？没想到你们还真的勾结在一块儿了。财务部是集团的命脉，财务总监更是集团举足轻重的一员。真没想到会和你同流合污，你当真不怕我和沈董追责吗？怕？我好怕呀！我说过，我是集团的元老，集团里面的老人那跟我都是相交莫逆，而你们只是空有董事长和总裁的名头而已。白头主，什么事？董事长，刚才赵总监私自往西九华山项目专用账户拨了2亿，我去阻拦，他说是公司高层的一致决定。不经过董事长和总裁同意就私自拨款，还真是没把我沈若雪放在眼里。傻眼了吧？没想到我一个小小的总监，比你这个董事长还有总裁的话都管用，不可思议吧？啊！呀，刘天明，你的小富婆不管用了，早就跟你说了，别跟我们针锋相对。现在呢？啊！你还真以为你攀上富婆就能变成凤凰呀？到现在呀，不还是穷鬼一个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在这里永强说啥就是啥，比县太爷可管用多了。张总监，你以为你和集团那些人沆瀣一气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说过要架空你们就架空你们，除非是老董事长亲自出面，否则的话你们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。可惜啊，老董事长早就去了南城疗养院，想让他回来那是不可能了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来不了了？老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老董事长，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人欺负我女儿女婿，我当然要来了。富贵不忘家乡，不错，我女儿眼光不错啊。老弟，家教不错，教出这么优秀的儿子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
你竟然吃里扒外，还想勾结外人，架空我女儿女婿，谁给你这么大胆的？董事长，冤枉啊！都他那个花言巧语，欺骗大小姐，损害咱们公司的利益呀，是吗？那个跟您说啊，这2位呢是这个山村里边最有名的企业家，跟他们合作呢才能共赢。为了一己私利，不顾公司的利益，执意不跟他们合作，所以呢，我就警告他。真是会颠倒黑白。你以为我来之前没调查清楚吗？勾结外人，出卖集团罪名，你该当何罪？你勾结公司高层，一个也别想逃脱罪责。老董事长，我们这帮老兄弟为了您，为了整个盛世集团，那是鞍前马后。现在这集团有点起色了，你就想卸磨杀驴吗？要不是看在你有功劳的份上，能忍受到你这个时候？我们当年创业的初衷是先富起来，然后带着更多人再富起来。难道你忘了吗？也怪我对你们太仁慈了，总想着你们能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，积极改正。没想到你竟然变本加厉，勾结财务总监，拨出的钱我已经下令追回来了，而你在监狱里好好忏悔吧。老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我绝对会听命行事。现在知道错已经晚了。老哥，我知道错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您可是说我们是上下级，也是好兄弟呀。如今我女婿刘天明是公司总裁，也是盛世集团唯一决策者，怎么处置你，刘总裁说了算。天明，我相信你，你能处理好的。好，我知道。张总监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那个总裁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那个总裁，我求求你，我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啊，好不好？我决定。你损害公司利益、贪污受贿的时候，怎么不想过你的父母和儿女？现在后悔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会裁掉你的职位，将你的犯罪证据移交相关部门。带走。天明，既然这公司的败类已经铲除了，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合作了？合作？西九华山旅游开发项目，我自会寻找良心企业合作。你们辞退。刘天明，你别欺人太甚。你不是要开发西九华山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我们2个开口，任何一个施工队都不敢开工。没错，刘天明，你不要想当然所以然，咱们可是族人，你之前你怎么能让外人知道？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族人了，你们这群人渣根本不配做我刘氏族人。你们勾结刘氏族长刘大山，利用信息不对等，低价骗取族人的地，平常欺负族人的事不在少数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我们是族人，刘天明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归还村民们的地。接下来由我盛世集团来核算每一个村民的拆迁补偿。没错，赶紧把地还给我们！欺骗自己的族人，让你断子绝孙。天明说的对，我们拥护天明，把地还给我们！把地还给我们！你们这些泥腿子，给我闭嘴！那地到我手上还能还回去？告诉你，再敢多说一句，小心晚上我去你们家串门。天明，你快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以为刘天明能替你们做主啊？痴人说梦，真是一帮贱！今天早上从永强哥手里边拿钱的时候，还挺开心的。这都是你骗我们的！骗！说老子骗你们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刘天明，你真是胆儿肥了啊！为了一帮泥腿子，敢跟老子叫嚣！刘天明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出头，毕竟后果你是知道的。那若是我非要出这个头呢？那就还是那句话，没有我们2个开口，我看哪一个施工队敢在这里开工。唉，算了，长隆南亚地头蛇，都怪当初我们相信了刘永强这对父子的鬼话，只叫他们一忽悠，我们就签了协议了。算你们识相，你们这些泥腿子就该被我们永远的踩在脚下。刘天明，
刘大总裁，看到了吧？你想要在西九华山赚到钱，你还得巴结巴结我呢，否则你的工程永远都别想开工。这可不是恐吓你，刘天明，你想啊，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，不好吗？从小我的父亲就教育我，人可以贫穷，但一定不能丧失做人的底线。无论做人做事，我都堂堂正正、干干净净。这便是最朴素的农民给自己孩子最坦诚的期望。好，最朴素的农民情怀，我老沈喜欢，佩服。这些年，我刘天明挣的每一分钱，从来没有违背我自己的良心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所以，我绝对不会和你们这群人渣合作。刘天明，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着离开这儿，是吗？那我倒是想试试看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兄弟们，上！上！你们作恶多端，今天我就替村里的父老乡亲收拾你们这帮混蛋！刘天明，别以为你赢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最好赶紧把我给放了，要不然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残忍！你不会有这个机会。哎呀，天明，这都是那个刘永强，他3年前逼的我呀！天明，你这么喜欢我，你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什么德行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我奉劝你们一句，限你们1天之内把当年骗我们家的彩礼还回来，否则我让你们和刘永强一起蹲监狱。天明，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哎呀，是呀，天明，你不是想和我们丽结婚吗？明天你们不，今天你们就可以睡在一起了啊！就凭他也配？你该不会以为有我在，天明会看上你家这个捞女？现在你与村民的协议无效了。刘天明，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天明，你威风耍了，气也出了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到此为止，没错。天明啊，你现在虽然发达了，但是你还是我刘氏族人，而我是族长，是你的长辈。我的话，你必须听。我亲爱的族长，刚刚你不是把我们一家逐出族谱了吗？那是我的错，不应该随意相信别人的污蔑。那么，刘永强用低价欺骗村民，签下土地转让协议这件事儿，该如何处置？永强也是好心，你还是不要计较了。依我看，你们各退一步，这件事儿就算了。这样，我让永强跟些道个歉。去看，不可能，刘永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而土地也必须还给每一个村民。刘大山，你作为族长，本该本着公平公正。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刘氏祖先吗？就是，要不是相信你的族长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轻易签卖地协议呢？族长，你说的话不公平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族长？就是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必须给我们一个。听到了吗，刘大山？你还要继续袒护着刘永强吗？将刘永强、李富贵送进相关部门。等等，刘天明，你想要耍威风到什么时候啊？在我的地盘欺负我儿子跟女婿，你真当我不存在？刘大忠，你这个村首富终于坐不住了。既然我今天说了要为父老乡亲做主，那就不会放过你的狐狸。刘天明，你以为我爹这首富的名声怎么来的？那是一刀一刀砍出来的，不像我们那就小打小闹。刘天明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，在村里你也会得到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尊重，但是你要明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。是啊，天明，你不要执迷不悟，到时候后悔就晚了。天明，要不算了吧？
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种祸害乡里的恶霸，必须清除。没错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可别后悔。我的人来了。刘天明，我早就劝过你，这事儿就这么算，到现在这样，都是你自找的。刘大忠，你还真是无法无天。刘天明，老子说了，你动不了我。刘天明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把我们给放了。放了你们！我说了，要为这大山清理你们这群恶霸，为了山村还一个朗朗乾坤。刘天明，你确定要跟我不死不休吗？是。我说了，不光是你，还有你儿子、你女婿，还有这群人渣，我都不会放。刘天明，你还真以为你混出来个名堂就能在这耀武扬威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在这村庄里边，强龙是压不住地头蛇的。就是，还一副为这些泥腿子穷人做主的样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行了，刘天明，你真的要闹得不可开交吗？难道真想把命留在这里吗？再问你一次，放不放人？那我也再说一次，不可能。今天我必须把你送进相关部门。好，很好。我刘大忠在这西九华山混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拒绝我。刘开成，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刘大忠，我刘开成窝囊了半辈子，不想惹事儿，但是我不怕事儿。还有你，刘大山，身为一族之长，不能为我们的族人考虑，而是跟刘大忠父子沆瀣一气。我儿子说的没错，这朴实美丽的山村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村霸，才不能得以摆脱贫困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委曲求全，任由刘大忠父子欺压。这次我儿子回来了，他要带领我们摆脱贫困，共同致富。难道我们还要任由刘大忠父子继续称王称霸吗？刘开成，我看你跟你儿子一样，是想找死。刘大忠，你闭嘴！刘天明，你跟你这个老不死的爹一样蠢，还想发动这些泥腿子反抗？你问问他们敢吗？就是啊，刘天明，这些人呀，可都是打惯了架的，就这废物泥腿子，你看他们敢动他吗？哼，还想发动村里人来反抗，你们想的可真美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们自身的利益需要我们靠自身去争取。面对这么些年的不公，难道你们就一直不敢反抗吗？刘天明啊，刘天明，你以为靠你的三言两语就能蛊惑这些泥腿子？你别做这不切实际的白日梦。天明哥，我愿意相信你。刘永强欺压我们这么多年，今天我要替自己讨回公道。还有我，刘永强，我再也不怕你了。只要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对抗恶霸，天明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没错，是我们支持你。哪家伙了不起啊？我们所有人东西也不是吃素的。走。是要造反吗？你们这些泥腿子还真敢反抗！我出来以后，老子一个一个打断你们的狗腿！我以族长的身份命令你们都给我回去！现在的你已经威胁不了我们了，刘大山。若是你公平公正，我们还会信服于你。可是你勾结刘大庄父子，损害乡亲们的利益，现在我们不会再听你的了，你们就等着坐牢吧。刘天明，他妈有种你给老子等着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这么嚣张！刘天明，你别以为有几个贱民跟你站在一起，你就敢跟我叫板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放了他们。西九华山的项目我可以不参与，也不会阻挡你的工程队进驻。刘天明，你大中叔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刘天明，快把我们放了！现在知道服软了。这些年你们为非作歹，若是我把你们放了，我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？怎么对得起这片土地？没错，绝对不能放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欺负我们这么多年，以后
绝对不能被欺负了。对，大不了打一架，谁怕谁呀？大不了打一架，打一架。好，很好。我再退一步，我可以把这些村民的土地还给他们。你确定你还要跟我过不去吗？刘大忠，我说了，今天这事过不去。你作为村首富的这些年，做了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事，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你把这些社会的人渣给我带下去，送进相关部门。是，总裁。在来这里之前，我已经提前联系好有关部门，很快他们将到来，将他们全部抓捕。好，走，刘天明，别问张家，刘天明啊！好，总裁放心，相关部门已到达村口，他们跑不了的。刘大忠，你还有什么倚仗呀？好，刘天明，我记住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们被抓进去了，你也不会有证据的。我很快就会出来，你就等着我对你的报复吧。放心吧，证据已经确凿，你不会再有机会。你们，大侄子，都怪我鬼迷心窍，被钱财冲昏了头脑。你看，大山叔，这犯了错就得承担后果。天明，你现在确确实实是飞黄腾达了，也算是咱这山窝里出来的真龙。这样，我做主了，族谱给你单开一页，如何？单开一页族谱，我还没那么大功绩。倒是你作为族长，本应该公平公正，维护每一个族人的合法权益。可是你勾结村霸，迫害村民，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个族长？怎么，你还想撸了我这个族长不成？我没那么大权力，至于要不要撸掉你这个族长，还得听乡亲们的意见。天明说的没错，刘大山没有资格继续做这个族长，我们同意撸了刘大山这个族长。帮助刘大忠和刘永强父子欺负我们这么多年，凭什么当我们族长？我也同意，我们都同意，我们都同意，我们都同意。你们现在知道急了，帮助刘大忠他们怎么不急呢？要不我们今天都在，重新选个组长，怎么样？重选组长，重选组长，重选组长。刘大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愿意让出组长的位置，今后就让我用实际行动赎罪吧。刘天明，你在干什么？刘天明，我们愿意送回那18万，你不要太过分呀！过分！这18万本来就是我父母东拼西凑凑出来的钱，你们就应该还回来。勾结村霸，为虎作伥，我建议将这陈丽丽和柳春芳逐出族谱，乡亲们觉得如何？逐出族谱？刘天明，你又不是族长，你没有资格这么做。天明的建议我们都同意，不管我们谁被选择组长，我们都按天明的意思做。没错，如果是天明的话，我们都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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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现在就是看着刘天明有权有势，就巴结他，就欺负我们啊！不要再胡搅蛮缠了，你们两个背弃祖宗，不配做我族人。就是，赶紧滚吧！骗婚，勾结刘永强这个恶霸，恶心！呸！没错，赶紧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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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啦，别看这些垃圾了，我们还是赶快选新组长吧。没错没错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去投票。天明，恭喜啊！你终于帮助大家清理了恶霸，接下来你就可以安心的建设这个山村，帮助整个山村解除贫困了。回报山村，建设家乡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。天明啊，以后这盛世集团就交给你和若雪了，这管理方面的事儿我就不参与了。你这个女婿，我认了。今天呢，趁着这个机会和你们父母谈谈你们的婚事，早点定下来。哎呀，天明，你看这老少爷们非得想我当新组长。天明，你可不能反对呀！没错，现在你爹是最适合的人选。爹，你放心，爹还年轻，
我还能为乡亲们服务个几10年。就是个组长嘛，看把你给高兴的，还真是个官儿迷。既然大家把新组长已经选定了，那我就跟大家聊聊拆迁补偿的问题。天明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，我们没有意见。没错，我相信你不会坑我们的。对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我相信。那边是3个亿，就是分给大家的拆迁款，大家如果能接受的话，接受，这已经很多了。好，爹，那您这个新组长就帮着大家伙儿一起签下协议，分放一下拆迁款。嘿，好，我就喜欢为乡亲们服务。走，领钱去。这下没了后顾之忧，西九华山旅游开发项目终于可以顺利开工了。天明，你带我去山里看看风景吧。来，喝水。天明、若雪，快来，快来！爸，我们正商量你们俩的婚事呢。天明、若雪，西九华山的项目已经确定下来，它会加速我们公司的发展。你们俩的婚事也要早日提上日程啊！老哥哥，我们家这穷小子能找着若雪啊，那是我们老刘家祖坟冒青烟了。那个若雪呀，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，不多，就1万块钱，你快拿着。收下吧。来，拿着吧。谢谢阿姨。以后这臭小子敢欺负你呀，你就跟阿姨说，阿姨帮你教训他。知道了，阿姨。听到没？你以后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告诉阿姨，让阿姨教训你。知道了。好，既然2个孩子两情相悦，咱们呢尽快给这2个孩子办婚事，早日喝喜酒，早日抱孙子。就听老哥哥。天明啊，以后公司的那些老人再倚老卖马，你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不要顾忌。你是盛世集团的总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。进。总裁，不好了，西九华山的项目出问题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施工队由于操作不慎，一名工人从半山腰跌落下来，虽然生命暂时没有问题，但是双腿粉碎性骨折，医生说可能需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。截肢，吩咐下去，按照最高工伤标准赔偿，其家属有任何诉求，全部满足。我们的拆迁负责人已经按照您说的标准去进行赔付了，但是伤者的家属还是很不满意。不满意？具体什么原因？这名伤者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他的妻子身体不好，不能干重活，他家里还有2个孩子，一个上初中，小的才上小学，而我们赔付的金额无法保证他们日后的生活，所以，总裁，你去告知伤者家属，他们的孩子我将个人出资资助，直到大学毕业。好的。对了，今天下午我将会亲自前去看望，你去准备一下。好的。我的大总裁。若雪，我正好有事找你呢。有什么事能比吃饭更重要啊？快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一样菜。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每天亲手给我做饭，可真是为难你了。你也知道，也就是你有资格让我亲手做饭。你刚刚想说什么？对了，今天早上西九华山施工队的一名工人不慎从半山腰跌下来，一家的顶梁柱没了，这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所以，我想个人出资资助他们的孩子，直到大学毕业。就这事儿，那你自己决定就好，不用跟我商量。我想说的不止这件事儿。还有什么事？若雪，在许多贫困的地方，像这样困难的家庭还有很多。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，有很多老人看不起病。所以，我想成立一个慈善机构，名字呢就叫做西九华山慈善基金会。天明，我们盛世集团虽然市值超1000亿，但是想要帮助全夏国所有的贫困人群，恐怕难以做到。是啊。不过呢，你要是想做什么，我肯定是全力支持的。
若雪，想要帮助更多的穷人，指望我们一家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。但我始终相信，这个世界上的好人还是很多的。只要我们的慈善机构是真正的帮助穷人，我们喜酒华山慈善基金会的钱每一分都用到穷人身上，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来捐款捐物的。说的真好，反正只要是你想做，那我们夫妻就一块做。我保证让你的爱心传遍整个贫困地区。若雪，有你支持我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行了你，就会说好听话哄我开心。赶紧吃饭吧，一会儿吃完休息，然后下午我陪你一起去看望那个受伤的工人。刚才爸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对于你想要建立慈善机构的想法表示非常支持，还说要发挥他的预热，动用他的人脉，发动那些良心企业家一起来完成的。好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帮我谢谢爸。客气什么呀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再说这可是积阴德的好事呢。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贫穷地区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这样才能知道那些生活在平均线以下的穷人真正的需求。你别哭了，你们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，我们集团都会承担的。你们后期的生活费，我们也会全部负责。而且你们出院以后的基本生活保障，我们也会负责。俺男人废了，俺以后这生活，孩子上学可咋弄啊？哎，你们是想让我们集团承担你们的所有费用，这不是讹人吗？就是你跌落下去，是你自己操作不当，可怨不了谁。我们现在承担这么多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哎，你们这样我也无能为力啊。现在我们已经按照工商的最高标准赔付你们了，这样我个人再捐你们2万，多的呢我也拿不出，你们看怎么样？王总监，您不用捐款，就算这事传出去，也不会有人说我们半个字不好。这个说不准啊，有一些资深的网络大 V 肯定会歪曲事实，还有一些不明情况的吃瓜群众，说不得也会讨伐我们集团里。你们俩少说2句，生活不容易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你们想捐呢就捐一点，不想捐呢也没有人道德绑架你们。我能帮你们的也就这么多了，若是还不满意，我就真的无能为力了。算了，别难为这位领导了。这样吧，我早点出院，咱把补偿的钱省着，给孩子上学用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不养好身体，要是落下病根来，那能怎么办？你身体不好，不能干重活，眼下只能这样了。孩子考大学才是唯一走出去的出路，不能因为咱俩耽误了孩子呀。那也不行啊。这样吧，我回去和我们刘大总裁申请一下，他也是穷苦出身，看看能不能多给你们一些补助。啊，真的？多谢领导，多谢领导。先不用谢，也不一定能够成功，毕竟我们给你们的工商补助已经是按照最高标准执行的了，这也是我们刘大总裁亲自下的命令。刘总裁，你们怎么亲自来了？有老乡受伤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了。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点？好一些了，麻烦大总裁亲自来看我。你不用紧张，就在这里好好养伤，今后的生活你们也不用担心，盛世集团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生总说的没错，虽然按照最高贫富标准给你们的钱不足以支撑孩子一直到大学毕业，但我愿意个人出资来资助你们。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刘总裁，这会不会……放心吧，你不用有压力，我也是穷苦出身，知道你们的不容易。是啊，你们只用接受就好了。那太好了，你们都是大善人呐。穷人想要翻身，唯一的机会就是考上大学，这样才能走出贫苦的山村。你们呢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需要督促孩子好好学习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需求尽管联系我。感谢刘总裁，我回去一定督促孩子好好学习，将来大学毕业了，去给您工作。好，那我等着。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我和你们刘总还有事，改日再来看你们。您忙。记住，
以后万事注重安全，不要再有类似的事发生了。总裁你放心，已经都安排下去了。好，没什么事儿都先回去吧，别影响老乡休息。进。董事长、总裁，您安排的慈善基金会已经申请成功了，初期的5000万资金已经打入专用账户。好，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找到了吗？这个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。选人必须得慎重，一定是要真心为穷人做事的才行，这样才能把每一分钱花到穷人身上。好的，总裁。天明，不如这个负责人就交给我吧。你看集团现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在负责，我也总不能整日无所事事吧。若雪，这慈善基金的工作压力可不小啊。放心吧，我们夫妻同心，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。那就辛苦你了。这短短几年，西九华山真是大变了样，来这里旅游消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有人气，就会有消费，这儿的人再也不用受穷了。天明、若雪，你们回来了，咋不回家呢？爸妈，爷爷奶奶好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女儿又长高了，走，跟爷爷回家。爸，你看这西九华山发展的越来越好了，